你是否曾试图成为一块岩石，在生活的风暴面前坚不可摧，但内心深处却只感觉自己像一把沙子，被自己情绪的潮水冲走？你是否曾像念咒一样对自己重复“这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这句话，同时却感到心跳恐慌的加速，脑海中充满了灾难性的场景？这种脱节，这场在你内心进行的无声战争，是一种深刻误解的症状。你试图应用伟大导师的教诲，寻求所承诺的宁静，但只找到了挫败感和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即在自己的皮肤里像个冒名顶替者，假装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平静。事实是，通往宁静的旅程并非始于否认你的感受，而是始于正确理解如何处理这些感受。这场内心斗争令人筋疲力尽。你戴上冷漠斯多葛的面具，向世界投射出一种控制的形象，而在表面之下，一座由焦虑、愤怒和恐惧组成的火山随时可能爆发。你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因为他们卖给你的是一幅漫画，一个被简化和扭曲了的真正力量的版本。他们告诉你去压抑你的情绪，把它们锁在一个盒子里，假装它们不存在。但生活不是这样运作的，情绪是能量，当被压抑时，它们不会消失，它们会转变为一种侵蚀你内心平静、破坏你的决定，并将你困在反应循环中的内在压力。你并不是在成为斯多葛主义者的道路上失败了，你是在试图遵循一张错误的地图，它把你引向远离你目标的地方。但今天，这场闹剧结束了。今天，我们将拆除这幅漫画，并在其位置上建立一种对内在力量的真实而实用的理解。我将向你揭示的不仅仅是理论，而是一种心智技术，一个用于驾驭生活复杂性的实用操作系统。我们将揭开关于斯多葛主义的4个没人告诉你的基本真相，这4个支柱将支撑你新的内心堡垒。这不是一个你再也不会感到痛苦或焦虑的承诺，而是保证你将拥有处理它们而不会被它们摧毁的工具。所以做好准备，如果你准备好开始这段旅程，请声明你的存在，订阅频道，激活通知，并在下方评论你从哪个城市或国家开始建造你的城堡。这是你的第一个承诺行动。解决你内心冲突的方法不在于更努力的尝试、更用力的压抑或更令人信服的假装，解决方法在于范式的转变，在于对你一直试图应用的哲学本身进行战略性的重塑。被呈现给你的斯多葛主义，那种冷漠和缺乏情感的斯多葛主义，是一个危险的误解。真正的斯多葛实践不是关于压抑，而是关于反应的工程学。这是一种心智的武术，你学会的不是阻挡情感的打击，而是将其能量重新导向一个建设性的目的。它是关于发展一种手术刀般的清晰度，来区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和你告诉自己关于所发生事情的故事。这就是打开真正宁静之门的钥匙，让我们抛弃冷漠的想法，采纳战略性坚定的概念。斯多葛智者的形象不是一片情感的沙漠，而是一个深邃的海洋，表面可能被外部事件的风暴搅动，但深处保持平静、稳定和强大。这种平静并非来自没有感觉，而是来自对你唯一真正掌控的事物，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的判断、你自己的行动的强烈而刻意的关注。因此，斯多葛主义不是一种冷漠的哲学，而是一种辨别的艺术。它是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暂停的能力，并在这段空间里找到你的自由和力量。这是一种有效处理现实的心智技术，将混乱转化为清晰。这种智慧并不新鲜，它是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古老密码。伟大的艾比克泰德，一位从奴隶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斯多葛哲学家的前奴隶，精彩地总结了这种心智技术的核心。他教导我们，困扰我们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判断。一句侮辱本身没有固有的力量，是我们认为它具有攻击性的判断给我们带来了痛苦。一次损失本身并非毁灭性的，是我们对它的解释创造了痛苦。这是你新心智的基础，是我们即将探索的控制式的基本原则。理解这一点不是一个智力练习，这是迈向主宰你内心世界并停止成为外部环境玩物的第一步。
将彻底重建你方法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真相是，你的情绪不是你的敌人，他们不是你系统中的缺陷，也不是需要根除的弱点。从现在开始，把它们想象成信使，他们是原始、公正的数据，到达你意识的仪表盘，告知你关于你的内部状态以及你与世界的关系。愤怒、焦虑、悲伤、恐惧，每一个都携带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你的任务不是杀死信使，而是学会清晰而有智慧地阅读信息，用它作为正确行动的指南，而不是盲目反应的触发器。你所面临的巨大内心冲突源于一个社会编程的错误。从童年起，我们就被教导将我们的情绪归类为好的或坏的，快乐是好的，庆祝它；愤怒是坏的，压抑它；悲伤是负面的，忽略它。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让你陷入与自己永久的战争状态，你花费大量的精神能量来判断、抵抗和对抗你自己生物学中的自然方面。这场冲突才是你痛苦的真正来源，而不是情绪本身，是抗拒，而不是感觉，导致了你如此渴望克服的长期痛苦和内心混乱。这场战斗的直接后果是两条同样具有破坏性的道路之一，要么你成为一个压抑者，把愤怒和焦虑推到你心灵的深处，在那里它们变成怨恨、慢性压力和心身疾病；要么你成为一个反应者，在最小的触发点上爆发，让情绪劫持你的理性，导致你说出和做出让你深感后悔的事情。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没有在控制之中。你是一个木偶，其绳索被你被教导去恐惧和憎恨的内在力量所牵引，而不是去理解和尊重他们。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个将为你改变一切的核心比喻。你的心智是一个精密的控制室，这是一个安静、光线充足的空间，充满了显示器和仪表盘。你感受到的每一种情绪，焦虑、挫败、喜悦、愤怒，都只是其中一个仪表盘上闪烁的灯光，一个声音警报。它不是敌人，它不是火灾，它是一个信号，一个状态指示器，需要你冷静而专注的注意，而不是你绝望的恐慌。你的功能不是砸碎警报器，而是理解它们在发出什么信号，这样你就可以做出正确的操作决策。未经训练的操作员，也就是你可能一直试图成为的表面斯多葛，看到愤怒的红灯激烈的闪烁，便陷入了彻底的恐慌。他的第一反应是试图用锤子砸碎按钮，徒劳的希望灯会熄灭，问题会消失。他试图剪断电线，忽略震耳欲聋的警报，但这只会增加危险。警报继续响起，越来越响，因为触发他的系统性状况。也许是个人边界被侵犯或感知到的不公没有得到解决，他将信号与问题混淆了，而这种混淆是他无能为力的根源。主权观察者，你正在成为的内心城堡的建筑师，以完全不同的逻辑运作。他看到焦虑的灯开始在仪表盘上闪烁，他不会反应，他观察，他带着好奇的态度平静地走近，并阅读系统发送给他的信息。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事件即将来临，目前的准备水平不足。看到这有多清晰吗？情绪不是问题，它正以手术刀般的精确度指向真正的问题。它是你的盟友，你最值得信赖的安全顾问。从今天起，你的实际任务是成为一个情感信息的解码器，拥抱成为你自己存在的首席数据分析师的角色。当愤怒出现时，不要反应或压抑，而是暂停，深呼吸，并问自己这个诊断性问题：在这一刻，我的哪个核心价值观被不尊重了？哪个个人边界被侵犯了？愤怒当被解码时，几乎总是显示为个人正义的强大信使，一个信号表明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需要被捍卫或重申。它给你能量来保护你的原则。对焦虑也这样做。这个如此被误解的情绪，当感觉到它在你胸中蔓延时，不要逃跑，像接待一位风险顾问一样欢迎他，带着真正的兴趣问：我正在看向哪个不确定的未来，却没有一个清晰的行动计划。我相信我缺少什么内部或外部资源来面对即将到来的事情。焦虑剥去恐慌的外衣，是准备的信使，它是你的心智，试图确保你为挑战做好准备，用它来计划、来演练、来加强自己，而不是让它用想象中的场景使你瘫痪。而当悲伤来访时，
不要将其视为弱点。悲伤是重要性的信使，是对已失去或已结束的有价值事物的致敬。不要沉溺其中，而是与它对话，问：我失去了什么对我如此有价值的东西？这次失去反映了我的哪一部分？悲伤是一个认识价值的过程，它邀请你尊重曾经重要的东西，从经验中学习，并最终以一种丰富你对生活理解的方式整合这次失去。这是你爱和你连接能力的证明。通过采纳这种分析师的姿态，你有效地结束了你内心的内战。你不再是一个战场，而是一个指挥室。情绪从反复无常的暴君转变为忠诚的顾问，他们不再冲动的、反应性的决定你的行动，相反，他们提供关键的情报、原始数据，以便你，主权者、操作的总监，可以做出一个明智的、深思熟虑的、与你最深层价值观一致的决定。你不是消除感觉，你将它们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功能。这个解码过程首先要求你暂停对你所感觉到的东西的道德判断。感到一阵愤怒并不使你成为一个愤怒的人，感到一丝嫉妒并不使你成为一个嫉妒的人，感到焦虑并不使你成为一个懦夫。这些仅仅是心智事件，像外面下的雨一样中性的神经现象。你真正的身份不是短暂的情绪云，你的身份是观察云朵飘过并选择如何回应它的广阔意识天空。想想克劳迪奥，一个被困在交通堵塞中的司机，愤怒开始在他内心沸腾。旧的克劳迪奥，那个反应性的操作员，屈服于情绪，他疯狂地按喇叭，对其他司机大喊侮辱，绷紧身体的每一块肌肉。他成为信息的囚徒，警报的奴隶。新的克劳迪奥，心智的建筑师，感受到同样最初的愤怒浪潮，但将其识别为仪表盘上的一个信号警报，对时间的控制丧失。当前目标受挫，他无法控制交通，但他可以控制他面前的控制台。他深呼吸，选择一个教育播客，将失去的时间转化为成长的时间。因此，第一个真相本质上是一份和平条约，这是一个邀请，让你与你的内在信使和解，并开始尊重他们带来的信息。通过这样做，你不会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相反，你成为一个情商大师，一个掌握支配人类经验的复杂数据的专家。你承担起你应有的位置，那个冷静而清醒的操作员，有目的地坐在你自己控制室中心的指挥椅上，准备好驾驭任何风暴。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个真相，它将摧毁你旧有的观念，并将你从对宁静的挫败追求中解放出来。斯多葛的平静，那种你如此钦佩和追求的不可动摇的宁静状态，不是冷漠，它不是一种空洞的漠不关心状态，一种与世界的情感脱节，那是一幅漫画。真正的斯多葛平静是副产品，是一个绝对而无情的专注于那些确实毫无疑问的在你控制之下的事物的自然结果。它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要直接追求的目标。你达到平静的冲突来自于对你自己心智本质的根本性误解。默认情况下，你的心智是一台分散注意力的机器，它被设计用来扫描环境中的威胁和机会，不断地从过去跳到未来，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从一个担忧跳到一种幻想。你试图通过强迫这台机器安静下来，来找到平静。这就像试图用紧握的双手抓住水一样，这是一场与你自己本性的注定失败的斗争，一场只会产生更多焦虑、更多挫败，以及让你相信宁静对你来说是遥不可及的限制性信念的战斗。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控制室，想象一下，你面前有数百个显示器，一些显示股票市场，另一些显示全球天气，你同事的意见，世界领导人的政治决定，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悲剧事件。普通的操作员，那个业余爱好者，疯狂地试图同时调整和控制所有这些显示器。他筋疲力尽，来回奔波，试图改变那些根本无法控制的东西。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精疲力尽、混乱和一种压倒性的无力感。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主权观察者以一个根本不同的原则运作。他以近乎神圣的清晰度理解
这些显示器中的 99%仅仅是在显示他完全没有代理权的信息，他不会浪费一焦耳宝贵的能量去与这些显示器争斗。相反，他做了一件简单但极其强大的事情，他刻意地转过他的椅子，将他所有的注意力，他所有的焦点都导向唯一重要的那个仪表盘，那个写着我的行动、我的判断、我的选择的仪表盘。你从一个实践真正斯多葛主义的人身上感受到的宁静，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世界，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如此强烈地关心正确的事情，在正确的地方，以至于其他一切都变成了背景噪音，对他们的使命来说微不足道。你今天花费在担心别人如何看待你的精神能量，他将其投资于以无可置疑的政治形式；你浪费在为过去的错误而悲叹的能量，他将其引导到以卓越的方式执行摆在他面前的任务上。这种绝对的专注是一种实践，一种需要时时刻刻培养的纪律。它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必须每天问自己几十次，这在我的控制范围内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他人的反应、世界事件还是气候条件，你承认、记录并从等式中撤出你的情感能量。这不是假装它不存在，这是拒绝将你的生命力投资在贫瘠的土地上，在那里你种下的任何东西都不会生长。这是对你最宝贵资源的战略性分配。当你实践这种区分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你的心智曾经是一个被每一个环境之风搅动的海洋，开始平静下来。曾经分散到1000个方向的能量，现在集中起来，像一束激光，照射在你的影响范围内。这种力量的集中产生了一种效能感和目的感。平静不是来自空虚，而是来自充实。你忙于建造自己的房子，一砖一瓦，以至于根本没有时间或精力去担心几公里外的风暴。想一想一个经验丰富的弓箭手，他无法控制风目标的距离或光的移动。如果他专注于这些元素，他的箭就会偏离目标。弓箭大师知道这一点，他认识到风，但他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姿势、他的呼吸、弓的张力以及释放的确切时刻上。他彻底地专注于自己的行动。箭射中目标是这种内在专注的结果。斯多葛的平静也是一样，它是将你的注意力只对准你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结果。你对这第二个真相的任务是成为一个你专注的无情守护者。确定你今天最重要的任务，1个小时就1个小时，刻意忽略所有其他的干扰，关掉通知，关闭不必要的标签页，告诉人们你将无法联系，并像你的生命依赖于它一样，投身于这一个任务。在这段时间里，你不是对世界其他地方冷漠，你是在实践将你的能量引导到它确实能创造结果的地方的艺术。你是在实践真正的平静。这种实践将带给你一个深刻的启示：你大部分的精神骚动不是由你的问题引起的，而是由于你缺乏解决问题的专注力。你同时担心20个问题，却没有给予任何一个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所需的关注。通过一次专注于一个问题，在你的控制范围内，你用有针对性的行动取代了弥漫的焦虑。平静不是没有问题，而是相信你正在将你全部的力量用在正确的地方来解决它们。在他控制室里的主权观察者不会因外部显示器的警报而绝望，他看到它们，承认它们，但他的手坚定地握着他自己选择的舵。他知道积极影响外部世界的唯一方法是在他的内心世界中成为秩序和德行的榜样。他的平静就是他的力量。这不是一种被动的平静，而是一种积极的、警惕的、准备好在行动真正有效的时间和地点精确行动的平静。这是一个知道将部队部署在何处的将军的宁安。因此，停止把寻求平静当作一种神秘的空虚状态，相反，去寻求专注，寻求不断问自己我在这里的代理权在哪里的纪律，然后将你的每一丝意志力都导向那一点。平静会像一个影子一样到来，一个当你带着目的走向你能控制的方向时跟随你的忠实伴侣。这事儿从不漠不关心，而是从全心投入真正重要的事情中诞生的宁静。这是一颗停止打他无法赢得的战争的心灵的和平。记住马可·奥勒留的教诲，
这位统治世界最大帝国的皇帝哲学家，在战争、瘟疫和背叛之中，他退回到他的内心城堡。这座城堡不是一个冷漠的地方，而是一个指挥中心。在那里，他专注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反应和自己的义务。他的平静是在专注责任的火焰中锻造的。他平静不是因为他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他确切地知道哪些问题是他要解决的。这就是现在你触手可及的平静。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三个，也许是所有真相中最解放的一个。整个斯多葛实践都围绕着它旋转的轴心。根据这种古老的智慧，生活的游戏不是要成为宇宙的主人，能够随心所欲地扭曲外部事件，那是自我的幻想。最终的目标，真正的大师级金牌，是成为存在于事件和你的反应之间的那个微小但极其强大的空间的绝对主宰。正是在这个内在的王国里，你真正的自由和你无限的力量居住着。你的原始本能经过数千年为了生存的进化塑造，是试图控制外部环境。你试图控制你的老板对你工作的看法，你伴侣的情绪，城市混乱的交通，一次求职面试的结果。这种对外部控制的不懈追求，几乎是你所有焦虑、挫败和失望的来源。这是一种统治一个从未属于你的王国的尝试。而在这项事业中，每一次不可避免的失败，都像一次个人失败，日复一日地削弱你的信心，摧毁你的内心平静。回到我们的控制室，外部事件就像一个主显示器上显示的天气状况。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在地平线上形成。普通的操作员，那个反应性的人，冲出控制室，对云大喊大叫，试图用手推风，诅咒每一滴落下的雨。他真诚地相信他的幸福和安全取决于他改变天气的能力。这是一种可悲的、完全耗费精力的努力，并最终注定失败。他在错误的战场上打着错误的战争。主权观察者以一种变革性的智慧运作。他在显示器上看到同样风暴的形成，他不否认它，他不忽略它，他接受它作为当下的现实。正在下雨，但不是出去与雨搏斗。他转向他自己的控制面板，他检查他房子的状况，窗户关了吗？有漏水的地方吗？他穿上雨衣或拿上雨伞。他调整他的计划，他控制他的准备，他的反应和他对风暴的态度。他不控制事件，他管理他对事件的反应。这个由艾比克泰德教导的区别，就是著名的控制二分法。它是你心智军火库中最强大的工具，它是在你心智的沙滩上划出一条清晰明亮界限的能力。一边是你不控制的事情，他人的行为，你的长期健康，你的声誉，过去、未来；另一边是你完全控制的事情，你的判断，你的意图，你的决定，你在当下时刻的行动，以及你行动时所具有的德行。你的幸福完全取决于将你的能量只集中在第二边。其实际应用是一种持续的暂停和分离的练习。当今天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时，一封粗鲁的电子邮件，一个爆胎，一个不公正的批评，你的任务是创造一个心智空间，在反应之前暂停、呼吸，并像一个分离组织的外科医生一样对自己说：好的，这是事件，轮胎爆了，这是一个外部事实。现在我对这个事实的反应是一个独立的、完全属于我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绝望和愤怒，或者你可以选择冷静和专注于解决问题的行动。这种分离的实践就是建造你内心城堡的东西。每一次你选择一个深思熟虑的回应，而不是一个自动的反应，你就为你的堡垒增加了一块砖。别人的侮辱只有在你接受它，在你判断它有道理，并允许它扰乱你的平静时，才会对你有力量。事件本身是中性的，是你自己敞开的内心大门。斯多葛主义者不是一个不被侮辱的人，而是一个决定不感到被侮辱的人，因为他人的意见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因此与他的品格无关。这赋予你的力量是巨大的，你变得反脆弱。当其他人被环境的波浪抛来抛去时，你学会了在这些波浪上冲浪。一次财务挫折不再是定义你价值的灾难，它是一组数据，为你的下一次决策提供信息。一次拒绝不再是你不足的证明，
它是将你引向不同道路的信息。你停止将宇宙中非个人化的事件个人化，从而将自己从一个你从未应该背负的重担中解放出来。记住，宇宙对你的愿望是漠不关心的，它不欠你任何东西。要求现实屈服于你的意志是疯狂的定义。智慧在于使你的意志与现实对齐，接受事实本来的样子，然后在你被赋予的游戏场内以德行行事。这不是被动的接受，这是与现实的智能舞蹈。你引导你能引导的舞步，跟随你不能引导的节奏。这是接受与行动之间的和谐。当你掌握了这个真相，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会急剧减少。大部分的恐惧来自于试图保证那些超出你控制范围的结果。斯多葛主义者通过转移他的目标来将自己从这个监狱中解放出来。他的目标不是得到那份工作，因为那取决于面试官。他的目标是在面试中做到最好，因为这100%在他的控制之下。结果变得次要。有德行的努力，正确的行动本身就变成了胜利，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因此你的任务是成为这种分离的大师，在小事上练习它，洒在你衬衫上的咖啡，在交通中别你的司机，在会议中掉线的网络，在每一个这样的时刻都看作是训练的机会。外部事件，我的反应是一个选择。每一次小的胜利都加强了你内心自由的肌肉。你正在训练自己成为风暴眼中那个冷静而果断的人，而不是被风吹走的叶子。这就是力量的真正本质，不是改变世界的力量，而是确保世界不能腐蚀你灵魂的力量。是无论外部环境变得多么混乱，都能保持你的正直、你的平静和你的善良的能力。是来自于知道，虽然你不能控制生活给你什么，但你对如何回应拥有绝对的控制，而最终，这才是真正定义你是谁的唯一事情。现在我们来到了第4个，也是最后一个真相。它将所有其他真相联系在一起，并将智者转变为英雄，观察者转变为变革的推动者。斯多葛主义在其最纯粹和最强大的形式中，不是一种被动顺从的哲学，不是一种邀请你坐在角落里冷漠地接受生活扔给你的一切的哲学，那是最大也是最危险的误解。它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行动的号召，一个参与的命令，但一种非常特定类型的行动，有德行的行动，无情地专注于你所控制的那个微小但决定性的领域。这里的内心冲突源于对接受我们无法改变的这句话的误解。对许多人来说，这句话成为惯性的借口，无能为力的避难所。你可能会被围绕你的问题的巨大性所麻痹。我无法修复经济，你说；我无法治愈我家人的这种疾病，你想；我无法改变我公司的有毒文化。这种压倒性的无力感导致冷漠和绝望，使你错误地相信绝对没有任何事可做。在我们的控制室里，普通的操作员看到主显示器上闪烁着一个红色警报，上面写着系统性危机。他看着问题的复杂性和广度，感到渺小和不堪重负，然后就放弃了。他交叉双臂靠在椅子上说，好吧，这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用哲学作为盾牌来为自己的不作为辩护。他混淆了接受问题的存在与接受失败。他甚至在咨询他自己的控制面板，他行动的面板之前就投降了。主权观察者，心智的建筑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事。他看到同样的系统性危机警报，他接受问题的现实及其全部规模，他不否认它的存在，但是接着他转向他唯一的控制面板，并提出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鉴于这种情况，我现在可以执行的100%在我控制之下的最小且最有德性的行动是什么？他不是问如何解决整个问题，而是如何迈出正确的下一步。斯多葛的行动不是关于移山，而是关于移动第一块石头，唯一一块你实际上可以举起的石头。如果危机是财务上的，你无法控制通货膨胀，但你可以控制今天制定预算的决定，取消一个不必要的订阅，打个电话寻找额外的工作。如果危机是家庭健康问题，你无法控制疾病的生物学，但你可以控制提供一句安慰的话，准备一顿饭，研究治疗方法，照顾好自己以免崩溃的决定。因此，斯多观哲学是一种关于责任、
关于下一步的哲学。它将你从完美和宏大的瘫痪中解放出来。它告诉你，不要担心旅程的最终目的地，那是不确定的，只专注于以最正确、最公正和最勇敢的方式迈出下一步。德行不在于结果，结果往往超出我们的掌控，而在于行为本身，在于我们能够执行的行动的意图和执行。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此。想想花园的比喻，你无法控制天气、害虫或土壤的初始质量，这些是问题的已知条件。被动就是看着贫瘠的土壤说这里什么也长不了。斯多葛的行动是不同的，是拿起你手中的铲子，是拔掉一根杂草，是加上一点你弄到的肥料，是用你可用的水浇灌它，是无情地专注于你自己的行动，无论多么微小，日复一日地改善花园的状况，而不保证结果。你对这最后一个真相的任务是选择你生活中目前让你感到沮丧和无力的一个小领域，可能是你的健康、你的财务、一段困难的关系。现在确定一个最小的可能行动，最微小的100%在你控制之下，并且代表着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不要想着解决一切，今天就执行这个小小的行动，走10分钟，读一页书，发送那条困难的信息。这就是实践中的斯多葛主义，这是用行动代替担忧。这种心态彻底改变了你与问题的关系，它们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墙壁，而成为德行的训练场。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练习勇气、纪律、正义和智慧的机会。生活不再是一系列要忍受的事件，而是一系列要做出的选择。你成为创造自己命运的积极参与者，不再是环境的被动受害者。你不是尽管有挑战才找到目的，而是因为挑战才找到目的。伟大的塞内卡，尼禄皇帝的顾问，面临着腐败、流放，并最终面临死刑判决。在每一步，他都没有专注于他无法控制的不公，而是专注于他可以采取的行动。写信教导他的朋友以尊严和勇气面对他的死亡。他向我们展示了，即使在最黑暗的环境中，有德行行动的领域也从未关闭。总有一个关于如何回应、如何行动、如何存在的选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从你身上夺走的最终自由。因此，斯多葛主义者的最终形象不是一尊冰冷的雕像，而是一位工匠，一位收到一块畸形且多节的木头的工匠。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他不抱怨木头，他研究它，理解它的局限性和潜力，然后拿起他的工具、他的选择、他的行动，开始工作。他专注于的不是最终的杰作，而是每一次切割，每一次抛光，每一个细节。他一生的美丽不会由结果来评判，而是由他的手艺的技巧和德行来评判。现在将这4个真相结合起来，你明白你的情绪是信使，不是敌人，他们为你提供数据。你学会了不是通过冷漠，而是通过绝对专注于你能控制的事物来达到平静。你内化了你的力量不在于控制事件，而在于主宰你对事件的反应。最后，你利用这种清晰和力量，不是为了被动，而是为了有德性的行动，为了迈出正确的下一步，无论多么微小。这就是主权观察者、内心城堡建筑师的完整操作系统。那个脆弱无情的斯多葛漫画，今天就在此刻死去，取而代之的是心智的建筑师、主权观察者诞生了。这趟穿越4个真相的旅程，不仅仅是为了给你信息，它是为了给你蓝图、工具和一种新的存在方式的基础。建造你的内心城堡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种日常实践，每天早晨更新的决定。而每一个伟大的建筑都始于放下第一块石头，一个公开承诺的行为。如果你真正致力于放弃假象，并以真理和德行为基础，一砖一瓦地建造你的堡垒，那么现在就宣布它。在下方评论我是建筑师，作为你新心智的象征性基础。订阅频道，确保你不会错过任何用于这个持续建设的新工具。你走到这个视频的结尾并非偶然，在一个充满无限干扰和及时满足的世界里，走到这里本身就是一种纪律的行为，是你真正渴望转变的证明。你已经展示了第2个真相所要求的专注。现在让我们加强我们的社区，
我希望你留下第2条评论，一个给予你一同踏上这段旅程的其他建设者的信号。简单的写下建设开始，这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社会证明，向所有来到这里的人展示，这里不是被动观众的地方，而是强大心智的建筑工地。通过看到彼此的评论，你们将知道，在这项崇高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中，你们并不孤单。我们是一个建筑师军团。最后，每一种工具在分享时都会获得更大的力量。如果这个信息与你产生了共鸣，如果它给你带来了一丝清晰或一个新的方向，不要把它留给自己。你对这个视频的点赞不仅仅是一个点击，它是一个信号，告诉世界这里有价值，这里有一个需要被听到的真理。想想你认识的多少人仍然被困在那幅漫画中，在他们自己内心打着错误的战争。分享这个视频是你作为一名建筑师的第一个服务行为，帮助照亮那些仍在黑暗中迷失的人的道路。记住，斯多葛的力量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区的利益。建设才刚刚开始，以德行行事。